恰似故人归大结局全员 He， 迪丽热巴、任嘉伦纷纷发文告别。显然，这是一个全员 He 的结局，更是一个大圆满的结局。有着9条命的黎叔再次复活，虽然失去了记忆，但是却与雪3月重逢，开启新生。可爱善良的骆锦桑替空明挡上一剑，历经救治逃过一劫，和空明大婚，最后还有了孩子。一直隐忍的林浩清终于说出真心话，虽然遭受重创，2腿残疾，但是性命无忧，继续做着万花谷的谷主。顺德仙姬终究还是被打败了，历经弟弟天君和纪云和的联合对战，身亡神散。而对于常毅和纪云和来说，各自安好，过上了逍遥快活的日子。天君的菩提果救下了常毅，而纪云和与顺德仙姬的神魄历经300余年的冰封，最终也重归自由，与常毅重逢。大结局时刻，主演们也是纷纷发文告别。首先来看迪丽热巴，作为纪云和的饰演者，必然是历经了纪云和的一切，让他对这个角色有着更不一样的理解和认知。所以迪丽热巴起初想要用自由定义纪云和，可是后来又说道，简单的一个词是无法去定义他的。作为万花谷第一御灵师，从为自由奔波到为爱人，为四海八荒献身，自然他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。自由早已不是他所期待的，当然所谓的自由并不是个人的自由，因为个人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。纪云和所背负的使命和责任，从他被林苍兰选中就开始了。虽然他是受害者，可是同时又是幸运者，拥有了2条命，从而开启了第二世。迪丽热巴说到，经历无数坎坷，他的心永远由自己掌握，做自己想做之事，爱自己所爱之人。纪云和是温柔又有力量的守护者，随心选择，方为自由。对于纪云和，又该如何认识这个角色呢？如果把当作神来看待的话，那么一切都是超现实的。但是如果按照他的经历来看的话，又具备了现实世界的一切。第一，福祸相依。对于纪云和来说，遭受了相当多的苦难，但是同时也有着相当多的福气。从林苍兰的试炼到顺德仙姬的折磨，再到仙师的炼药，最终还要遭遇冰封之苦。可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也获得了友情、爱情，还有生命的延续，最终拯救了四海八荒，与心爱之人重逢。福祸是世间的本质，相辅相成，构筑成一生，也是永恒之规律。第二，命由己造，相由心生。从善育心之术到追求自由，虽然一直被囚困、被掌控，可是自己的命运终究还是自己掌控的。纪云和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他不断冲破障碍，无畏无惧，一步步实现着自己想要的一切。当然，此后的困境并不是他不愿意改变，并不是妥协，而是有了更大的境界。第三，社会之人，侠义之客。现实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具有着社会属性，早已和外在的一切紧紧关联，所以无法逃避，置身事外。而对于纪云和来说，深知如此，经历改变着他的境界，提升着他的认知，让他知道了真正的自由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，也就是具有了侠义精神，从为自己到为他人，再到为四海八荒。再来看任嘉伦，对于常毅的结局，任嘉伦说道，让人如释重负。诚然，从意外被捕到遇上纪云和，最终历经磨难险丧命，父亲罹难，家园被封，之后爱人又离世，待到再度重逢，自己又遭遇冰封，苦难不断，可是终究还是一次次化险为夷，等到了爱人回归，迎来了大团圆。如此历程，等到如今，必然让人如释重负。好在结果并不那么糟糕，而是幸福美满的。对于常毅，任嘉伦说道，他有着一些品质是可贵的，伤痕累累义无反顾，依旧不染尘埃，温暖干净，一直坚守着内心光芒，
向心而行。为了心中底线不断反抗，实际上也就是坚守初心。海中和岸上是两个不同的世界，对于从未涉足岸上的常毅，必然不会知道人心险恶，灾祸不断。在海里的世界中，鲛人一族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，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。当然，更可贵的是历经劫难的，纵使伤痕累累，常毅依然坚守着这一切。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这是鲛人一族的基本婚恋观。当然，不仅仅是一双人，背后更是责任、担当和信诺。历经生死的常毅一直坚守着。除了迪丽热巴和任嘉伦，包括雪三月饰演者范真、黎叔饰演者紫砂等都纷纷发文告别。恰似故人归，豆瓣拿到了 5.8 的分数，这也是这个题材当下的基本水平。问题依然还是老生常谈的那些，一时间也无法改观太多，背后是诸多原因造成的。从艺术的角度来看，专业性的问题必然是存在的，但是从普通观众的感受来看，每个人也都能够通过一部作品看到一些，感悟到一些，这些也就足够了。你说呢？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